欢迎收看关键时刻。上礼拜五，央行跟美国的财政部破天荒发了一个声明，这个声明里面直接讲了这关于汇率的相关事情。而同一时间，就这么巧，好，经济学人也攀出了最新的一期，它的封面直接想得非常白，就说台湾病，它指的也是台湾的汇率存在一个相关的风险性在。它甚至这一张图里面还把101直接跟着堆积木一样，等于是今天汇率的问题，你只要把一个积木一打开的话，一拉开的话，哇，这个积木可能就会倒了下来。但是大家不了解的事情，包括台美声明，包括经济学人这一篇，他到底想要干嘛呢？果真，我们刚刚提到，上礼拜五台美的联合声明，同时这么巧，经济学人又放出了这一篇，也讲汇率，也讲台湾病，川普到底想要玩什么啦？这件事情可能是一个大潮流，会开始代表台湾投资美国的潮流，开始资金撤出中国的一个新的时代的意义在里面。因为我们的关税谈判可能很快就要落幕了，而经济学人跟我们央行这个联合声明都在告诉一件事情，是我们要放松台币的管制，那我们台币会变得比较值钱，大量的钱要往美国去跑了，这样才可以平衡什么？平衡所谓的我们跟川普之间的贸易逆顺差的问题，我们从美国赚太多钱，对，而经济学人刚好补上一刀，是告诉什么？你们真的拥有太多的美金，你们从美国赚太多钱了。那为什么呢？你看这句话，其实看出一个玄机。然后，当经济学人这篇报道出来的时候，我们央行也同一个时间公布叫台美汇率的联合声明。那我们跟美国的财政部有很密切的沟通，但是双方确认一件事情，你把关键讲清楚，双方确认汇率有没有操纵，我们要避免嘛，对，避免嘛，还有避免国际收支有效调整以及不公平的竞争。通俗的话讲说，我们要避免从美国赚太多的顺差、太多的盈余，我们赚太多钱了，我们要把这个不公平的竞争，看能不能把它调整。那代表美国人可能有意见了。那你看到当天晚上就发生什么事？台币突然间猛涨1.99%，那天大家都意识到一件事情，是不是我们关税谈判最重要重点是什么？台币让它涨，对，让关税谈判能够尽快落幕。那经济学人就补上一刀说，央行或者是台湾政府，你该放松新台币的管制了。对，刚赖台币能够，如果它真的会升，就让它升。然后经济学人接下来开始一个一个去挑出来哦。所以这件事情对我们影响是很大的。还经济学人第一句话就讲说，根据大麦克指数，新台币对美元被低估了55%，低估的程度是全球最高。当然央行不认这些事情啦，因为老是用大麦克指数来讲这些事情嘛。我也曾经被骂过来说，要涨55%的话，大概要变13.3嘛。这一件央行马上说不认。可是人家经济学人接下来补一件事情哦，对大家影响很大哦。如果排除这些石油国家或者是贸易转利国家，台湾其实你创造的盈余就是顺差，其实是世界第一哦。这其实代表是我们比只输给油国，我们很会赚世界的钱呐。尤其是 AI 的蓬勃发展，台湾更会赚钱。用 GDP 来讲啊，今年10月台湾的贸易逆差顺差达到 GDP 的31%，我们一个月赚100多亿美金，是新冠疫情的4倍。对，我们真的很能赚钱，而且赚非常多的美金。那我们的经常账，我们就从美国赚来了，就靠顺差在赚钱。我们已经压低台币的汇率，然后已经达到GDP 的16%。他举一个例子，就可以举我们最讨厌的中国。中国其实人家只赚了3%，然后我们赚了16%。对，我们已经达 GDP 的16%，等于我们都真的靠出口在赚大钱呐。那这不是不太公平的事情？那以至于这样，经济学人在点哦，它每一个都有意义哦。你们台湾其实现在人均 GDP 如果除以我们现在的 GDP 除下来，我们已经超过日本了。我们是亚洲的富国，我们有6000亿美金。经济学人再度告诉大家，我们有6000亿美金的外汇存底。但是他举一个例子哦，他这个例子其实是非常大家值得警惕的哦。如果台币走强嘛，刚才不是说放松汇率吗？让台币走强，让台币升值20%的话，台积电会怎样？我们经常会担心台币升值我们很多业者会怎样？其实对台积电的营业利润，就它的毛利了，可能下降8个百分点。其实下降了8个百分点，台积电现在降60%嘛，降了8个百分点，52%。其实它比 Google 的母公司或者是苹果还要会赚钱。对，那它
第一段他讲完之后，台湾你是不是太会赚钱了？你是不是该升值了？好，接下来他讲第二句的时候，他开始打到民众啊。事实上，台币第一对我们来讲是会有影响的，因为我们为国外买东西相对，如果你台币比较贵嘛，比较贵，对，所以他从1998年以来，台湾人的消费占比下降了20个百分点，你代表什么？其实我们的经济越来越好。可是我们的消费力并没有跟着提升呢，这其实他讲一个很大问题是，台币其实让我们并没有实质上并有钱，而是让很多有钱人更有钱哦。这句话，然后有一个风险是，他就要提醒大家哦，他暗示说，如果美国的贸易顺差的鹰派可能再次出击，要求我们马上升值，像5月那样一次升个9%，那抽骨牌一下会发生什么事情？他这里马上讲哦，我们不是买了很多保险吗？我们大家都缴很多保险，我们的保险公司收了我们的钱，或者是他赚了钱，其实他大量跑去哪里？跑去寿险公司，跑去美国买大概有1兆美金的美债，有1兆美金，所以他一直在提醒这件事情。美国川普这个可能会用关税战来要求你大幅升值，那你台湾人又消费力又因此受损。对。可是你大量的钱存在我美国买美债，你是不是应该拿钱去投资美国，不要再买美债了？不然到时候我一升值，你这惨了，保险公司会倒闭，台湾会发生金融危机。他就点这件事情哦，所以你看两个声明很有趣哦。那他接下来又讲哦，其实我们央行哦，我这里也是讲一下央行，他就骂我们台湾央行拥有非常大的权力，而我们的央行其实靠我们央行上缴的钱哦，就靠操作外汇这样，我们央行占政府的总收入6%。他说我没有，他说我没有，先解释清楚了。他说我没有的，央行一直讲，我们没有55%，我们有低估了。但是整篇经济学人讲完，告诉大家一个道理是什么样？台湾很有钱，我们从美国赚很多钱，那你要小心哦。美国人现在鹰派可能会抬头，可能到时候一要求你升值，你可能会受不了，你会有金融风暴哦，你会有金融危机哦。那你是不是要升值？要不然你的房价因为台币汇率太低，你已经涨了4倍了。整篇讲完之后，是不是暗示一件事情？台湾的资金、台湾的钱，是不是该往美国去投资了？你不要完全都只买美债，你应该让它升值。升值之后，你会觉得什么东西很便宜？美国很便宜，所以国正，我们一路以为今天《经济学人》是在这个所谓警告我们台湾是要小心，没有，根本是在威胁我们，是这个意思。对，那解方在哪里呢？解方，我们来看台积电公司是在干嘛？你看这家公司很有趣，这叫做台积电 Global， 就是台积电在海外成立一家子公司，它赚的最多什么？它赚了很多美金。结果这家公司现在都在干嘛？你知道吗？它不断的去砸美国的。去投资美国，你看哦，他不停的公告哦，一直公告他干嘛？他去取得固定的收益债券，固定收益债券，他这些钱都是从台积电赚来，但是他没有回到台湾，对，他都完全投资在海外，甚至他下一步很多的会计师认为啊，我这里要讲会计师，包括资诚的退休张明辉张所长，他们分析的结果是。这些海外赚的钱不要再回台湾了，会影响汇率，甚至会让我们刚才讲了，经济学人一直讲说你们台湾太会赚嘛吼，那你不如拿这个去投资什么？你不是在美国投资1650亿美金吗？有一些采购金额买设备就直接从这里付了。所以你看最近这半年来哦，台积电都在干一件事情 ，Global TSMC 不断的把钱放在海外，那代表什么？如果我们为了平息这场关税战，我们为了关税战要拿到一件好的条件的话，我们是不是要怎样？台币升值，对，然后让我们的钱赚的钱大量的不要再流回来，直接去投资美国，那这是一个时代的开始。所以经济学人其实在告诉我们解方啦，也不是完全在骂央行啦。那央行也自己承认一件事情啊，要避免不要操作汇率嘛，不要不公平嘛，不要把创造太多的外汇收入嘛。他自己也在联合声明讲出来，对，解方就这里。可是这代表什么？我们大家要注意。这件事情是一个大趋势的开始，我们大量的钱要投资美国，毕竟我们没有办法回避一件事情，我们有6000亿美金的外汇存底啊。所以他前面川普讲了说，我们要循着日韩的模式做，包括3500亿，或者是甚至更高的这个金额，根本就是为了这一些而铺路的事情。所以经济学人讲的很好听哦，你看哦，李在明那时候说什么？美国不是要他投资2000多亿美金嘛？结果李在明说我没钱啊。可是经济学人暗示什么？台湾现在你有6000亿美金，对。可是这代表另外一个时代开始了。可是另外一个时代是怎么样？
有一个地方开始在爆雷了。所以10年河东，10年河西。1991年，我们台商大量的投资中国，现在中国发生了什么事？其实也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趋势。你看哦，最新一轮的，我真的没有想过，竟然这一次爆雷。我们一直在节目里面讲所谓的中国企业出大事了，其实这一次出大事了。你看是彭博啊。可能有一个中国公司要爆出$12的房地产贷款违约，然后殃及香港银行跟台湾的百姓银行。等一下，你看哦，他说波及亚洲多家银行，是香港有对不对？结果没有想到我们台湾的银行也在里面。我告诉你，其实这里面其实跟台湾关系非常的密切。这家公司叫做侨福集团，它其实是整个在北京2环内的芳草地这个购物中心。很可惜，它现在竟然是资金收进来，资不抵债，它的现金流什么都没有办法抵债。而这个侨福集团其实它严格来讲，它其实是台商。我走进去里面啊，去里面吃过饭，其实包括鼎泰丰啊或台湾一流的餐厅都在里面。你看哦，这个芳草地在2环内，它的设计非常的前卫。那时候它盖好的时候，它怎么样知道吗？它不只是北京第一，它是中国第一。对，它还不是中国第一，它是亚太第一。它不只是亚太第一，它还是世界第一。侨福芳草地，这个 mall 真的很厉害哦，盖得非常的漂亮，所以它是一个艺术中心啊。现在已完全撑不住了，所以我为什么说这个购物中心跟台湾有关系？其实它的总经理其实台湾人啊，叫赖国贤，他原本的背景其实是从柬埔寨华侨，当然是他很早期的。那1990年代在台湾其实相当的风光，所以他还他的2代还取了台湾补教名师，英文补教殷非凡。那他的后代还在台湾有经营上市公司哦，所以他其实在台湾其实还是有身影的。那我来举。他在台湾曾经有作品《龙兴花园》，他曾经想要推龙兴花园，那时候发生了所谓的周伯伦立委的一个卷入一个弊案，所以龙兴花园当初没有开发成功啊。你在台北市的各个角落，你都会看到这样的一个大楼，对，叫做侨福大楼啊。敦化北路也有侨福大楼，还有这个安和路、信义路那一带也有侨和大楼。其实它是一个跟台湾很有渊源的台商，或者是我们应该讲。从台湾发迹的一个跨华人集团，那连这样的公司就倒了，还不止这个。为什么我说其实现在是一个大潮流的开始？这一次的台币升值，可能很多的钱要往中国撤出，往美国去投资，这是这2天的事情。85度 C， 他决定在1年内关4成的店，关店的数字非常的可怕。到9月底只剩不到400家，一季哦，3个月之内就倒了50家，关了50家店。然后接下来大砍，然后撤出华北跟华南等地区，然后接下来去哪里？85度 C 全力去开美国市场，再来干杯。其实本来他跑到深圳、跑到上海都有开店，不过现在也撑不住。然后台商投资案件大量减少，那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大趋势。现在我们抱着大量的钱不去中国，我们当然大量去美国。那经济学人跟我们的央行声明刚好讲了一件事情：台币开始要升值，要放松管制是没有办法避免的。那大量的资金投资美国潮，美国冉冉升起，就是一个大时代的开始。志仲，我们刚刚特别提到说，现在台商一个最关键的地方，没想到现在竟然什么都要垮了，都要爆雷了，结果根本没有人到这个中国去投，已经降了非常非常多。而现在对于中美2国来说，尤其对于美国，你看今天《华尔街日报》今天直接讲，他独家报道，特斯拉说，我以后我不再使用中国的零部件，我不用中国，等于是我要把你的所有的红色供应链全部都去除掉。这完蛋了，为什么？中国过去靠苹果，苹果撤出之后他们多么惨，现在特斯拉也在中国这么熟了，产线这么多了，他说我不要用了，那中国不就是雪上加霜？没错，刚才国珍说很多厂商呢会撤出中国，然后来到美国，那事实上连美国自己本身都会这样做。对，我怎么讲？我们先讲一个非常指标性的人物，那就是伊隆马斯克嘛。大家都知道伊隆马斯克，过去是很轻松了。你看他就是一直捧着中国制度好棒，多好啊！中国工人好棒棒。就他最近，突然之间的《华尔街日报》就有一个报道，他说特斯拉居然要求说他在美国产的汽车啊，你不要再使用中国产的这个零组件的一个状况。这个有点吓人一跳。因为为什么？因为过去特斯拉就是为了要压低成本，他都一直说这个过去美国总统怎么讲，他还是要执意用这个中国的这个零组件嘛，因为零组件比较便宜嘛。对。但没想到，你看，在美国生产的特斯拉已经在今年年初就决定要停止使用位于在中国的这个供应商他说希望未来1-2年的时间，把所有其他零组件呢都换成中国以外生产的零组件，就是在美国生产，另外搞用中国的啦。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如果你用中国之后，照有这个可能性，因为今年呢。的确，美国有对这些公司课税，就说你国外来的零组件要课税嘛，所以它的确有被课税。再就是说，可能未来很多美国的供应的这个美国的车主了，他都要求你不要生产中国，就有点类似当年那个三星的这个晶片的时候，大家要选台积电这样一样。所以美国消费者可能会这样。那你看，因为什么？因为中国是包括说晶片，还有很多电池在内，很多汽车零组件，还有汽车材料的主要生产国。那因为这样，所以因为中国过去一段时间有很大的生产规模嘛，然后还有很低的成本嘛，还有这个人民币被低估嘛，所以很多零组件的这个价格很便宜的。但是呢，伊隆马斯克现在毅然决然说卖搞用啊，所以你可见伊隆马斯克知道他绝对成本会上升，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因为中美两国都是在划清界限嘛。美国消费者就是你不要给我用中国的零组件。好，那讲零组件来说，里面来说，我觉得有几个东西呢，可能对伊隆马斯克来说比较难。什么比较难呢？因为电池。为什么电池呢？因为事实上目前为止，中国的电池呢，在全球市占率是50几%，快要60%。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电池的上游原料。因为我们知道，事实上最近呢，中国不是用这种所谓稀土嘛，稀土战，把大家勒了脖子，勒的这个快要喘不过气来。就我们讲，伊隆马斯克居然说什么？他说我们要自建一个锂的这个精炼厂，而且我们要自己研发这个4680的电池，还要生产。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就是你看，你知道过去的这个锂啊，都是中国在做的。那4680的电池来说，它过去都是仰赖中国的什么宁德时代啦，或是仰赖这些公司。但他现在说什么？在供应链处在最坏的状况下时，特斯拉也能有自己的锂精炼厂，还有电池生产的这个供应商。所以就是说，他现在要自己来做电池，尽量能够做了。然后甚至还说也要拥有所谓的阴极工厂。那什么叫阴极工厂？因为它电池啊，锂电池来说，有一个叫阳极。然后一个叫阴极哈，那阳极跟阴极来说，阳极就是不外乎就是说什么锂电池的说这些锂钴镍这些东西，然后阴极来说的话就是一些材料。对，现在连这个伊隆马斯克都要说，除了阳极之外，我也要把阴极的材料把它掌握住。马斯克真的是拼了，对，零件不要用之外，我现在最坏，我连电池我也不要用。对，工厂我就是开下去，对，我就是跟你中国断掉了。对，所以你看，连伊隆马斯克都这样说，那你想说，那你不是在中国有这个上海的超级工厂吗？你这个伊隆马斯克的特斯拉的工厂，你不要中国了吗？是这样造的，因为目前为止中国的电动车卖的也不好，所以他讲算了好。那我们讲，这就是他们现在要做的这个锂电池的工厂，还有电池的工厂。他甚至现在还说什么？因为他前一阵子在股东会说，我跟你讲啦。我们这个4680的电池来说，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始要这个量产，因为未来在 Cybertruck 就是它的这个电动卡车，还有这个 Cybertruck 就是未来的无人车，对，还有 Optimus 来说，我们都要用这个大量的4680的电池啊，所以我才说，现在伊隆马斯克显然他要自己有自己的这个电池供应链的一个状况。好，那我就跟他讲，你看他现在特斯拉在2023年的时候，从中国2家这个2级电池那边买这个阴极线圈嘛，他现在要自己做，所以你有可见他在电池材料上面，他要摆脱对于中国，除了我们来讲它的这个零组件之外，它电池都要摆脱对中国的依赖。对，好，那除了这个电池跟这个零组件之外呢，另外还有说什么？他现在要加强对台积电的依赖。也就是说，我不要对中国依赖，但是我对台积电的依赖会越来越深。为什么这样讲啊？你看哦，他现在说什么？他说呢，因为他现在想要生产很多东西。他说我要生产 AI， 我要生产这个无人车。他说什么？他说我的这个，他说我非常尊敬台积电跟三星，但是即使全球顶尖的这个晶圆厂也赶不上特斯拉的步调。对，所以他怎么办呢？他说生产的速度不够快。当我们问他们新建一座晶圆厂要多久时间的时候，他们说我需要5年才能开始。那对我来说实在是度日如年啊！马斯克是这么急的人，5年对太久，对啊，太久了啦。他说了，规划的周期表是比较接近1到2年，如果等到第3年的话，那就是无止境的这个等待。所以他说没办法，他如果供应商没办法满足特斯拉的这个人工需求的话，这种速度很有可能成为特斯拉被淘汰的因素之一。所以他把晶片拿到的速度是变成是他会不会被淘汰的原因之一啊。他要台积电跟三星，你赶快给我晶片啊！所以某些程度来说，我快要断粮了。对，某些程度来说，他在哀嚎，但问题是哀嚎也没有用。这也是能解释为什么之前黄仁勋要来台湾嘛？对，你伊隆马斯克要，我黄仁勋也要啊，大家都要抢嘛，哈。所以我跟你讲，那这个目前为止，所以才说目前为止台湾的地位只会越来越强。不过我们讲有赢家就会有输家嘛。稍后你看有没有看到？伊隆马斯克是要去除中国供应链。好，那我们跟他讲，
目前为止来说的话，这个特斯拉一个驻华高管说，我们上海工厂有400家中国的直接供应商，然后其中有60多家是为特斯拉全球生产的公司。好，那60家是哪60家？我们给大家讲电池，电池你看宁德时代、比亚迪啦，然后新宙邦啦，然后一大堆公司的那个最有名当然是宁德时代跟比亚迪哈，然后电机的里面来说有2家公司哦，然后热管理来说有3家公司哦，然后电子这个电器来说有这么多，你看有做车灯啦，然后做什么保护器啦、PCB 板啊，然后 FPCB 啊，然后高压线束一大堆公司在这边哈。那你看还有车身，还有外部的这个装饰板，那一大堆公司哈。他说什么？这几家公司呢，你倒霉了，因为什么？因为你是全球供应商。全球供应商的话，因为如果你是上海的公司，那没有关系。但是你是全球供应商的时候，这个量很大哎。那我问你，那美国是不是就不能够用？对。所以你来自美国的订单，你可能就会不见了。那甚至未来这么多家供应商，是损失惨重。对，所以你看这个最近股价，然后你看宁德时代就出现一个跌势，对不对？然后什么三花智控，它是这个热管理也跌势，对不对？然后底盘的绿色都是跌势，也就是说这些公司里面来说，因为这个特斯拉说我要减少供应链之后，他们这些股价全部都出现一个下跌的局面。那问题是赵尔，你在想，哎呀，你自己要做4680的这个电池来说，你干不可能作为出来？好，所以现在传言是什么？传言就是说呢，可能呢，南韩的这个 SDI 就是三星旗下的这个锂电池，还有 LG， 它现在可能要跟这个所谓特斯拉互相合作。对，也就是说，我们要赶快给你未来，你看未来3年内可能要提供10 GW 的这个磷酸锂铁电池的电池给这个储能系统，然后还要变成是说把宁德时代把它挤出去。所以我跟你讲，现在这个所谓的特斯拉，它要往谁发展？往三星。往这个 LG， 这也不难解释为什么前一阵你看这个三星 LG， 他说我要在美国设什么电池工厂啊，就是因为要 for 特斯拉使用嘛，所以你就可见，那这个只是刚开始，未来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零组件不要用中国公司，所以对中国公司来说会压力越来越大。好，那我们讲中国开始慢慢不用中国零组件之后会有什么下场？这些公司当然会遭受到很大压力嘛。我们举一个例子，像台湾的富士康在衡阳有一个工厂。就没想到这个工厂来说的话，它成立在2012年，在湖南衡阳。然后这个工厂最多的时候有3万人，然后这是它的这个洪富锦精密工业衡阳公司，对，就年产值当时超过200亿。就没想到，因为后来呢，富士康要慢慢签嘛，他想说，我要慢慢迁走的时候，那怎么办？他在2023年的时候，这个印度投资超过7亿美金嘛，然后就把这个工厂慢慢的移走，所以呢，慢慢这个工厂就越来越小。你看到现在为止，这个他的这个关于关停的这个通知，这到底影响多大？我们就跟他说。当时2021年的时候，当时他还人非常多哦，人非常多的时候，照你看，当时他们要做什么年度的工厂的演练，对，消防演练的时候，你看，消防演练这个里面你一看，这个绝对也好几万人，人山人海啊，就是说哇，挤满他们空地的工厂的空地，说啊，我们现在要演练，你就把这个模拟说厂房失火，你就到空地上面，这人声鼎沸啊，对不对？大家都觉得人很多啊。结果现在空拍的时候，你看新的画面。这是过去，现在只剩车子了，都没人。你进去工厂里面，那还是外面的车子，里面都没有人。好，那我们讲2023年的时候，你看当时的这个人多到什么？他们还办运动会啊，当时还可以办运动会啊。就没想到现在也没有运动会，现在都没有人的这个状况。你看当时的运动会人那么多，那现在是怎样？你看。现在如果你进去这个工厂里面来说，不是只有衡阳工厂，你到那个成都工厂也是一样，也是都没有人，然后就把机具往外包，那导致什么？导致成都的这个富士康的工厂也是一蹶不振。所以跟你说，现在这种工厂的转移，我就讲，现在伊隆马斯克只是开了第一枪，对，你觉得未来会不会有越来越？当然，我全部都要跟上啊。对，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美国公司可能也都会这样做，所以它当然会对中国的供应链形成一个压力，所以才说，事实上。刚才除了这个台湾公司可能到美国投资之外，美国公司也可能会大举回到美国投资，甚至连世界的公司都会到美国去投资。宇轩，这样的话不就出大事了吗？今天第一个，大家的钱都往中国这边跑了，结果你相关的技术你也没有留下来。中国说没有关系啊，我们还是有很强的，我们有什么？我们有机器人，但是不对啊。
你机器人最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被人家形容说你中国机器人怎么变成烂大街了？照中国机器人呢，最出名的莫过于它的语速，等于是它机器人这棵树上面的一根明珠。但偏偏呢，它的机器人呢最近频频出状况，因为最近呢，它要展示它最新型的机器人，说我跟你讲，这个机器人可以跳街舞哦，你看到前面的摇滚舞步哦，包括非常 hip hop 哦，跟 breaking 呢，感觉都可以，就突然间它滑倒了。就滑倒之后呢，到了，我跟你讲哦，这不是开玩笑的。第一时间，你知道我以为他在干嘛吗？我以为这就是他新的舞步。我还想说，他突破了跳舞界人类的极限，用机械的身体呢，体会出了人类没有办法理解的舞蹈的奥秘。结果后来发现没有，他只是单纯滑倒了，因为地板刚下过雨，特别滑。然后他在原地呢，也不知道为什么在那边稀里咕噜的哔哩吧吧，你知道吗？我很担心哦，跳 breaking 的小朋友看到这个画面，你知道为什么吗？搞不好真的去模仿，还创造出一个新的舞步，就叫 robot 哦，就叫语速。语速招哦，我们都知道有鞍马有风车，未来有一招叫语速哦，就懒驴打滚在地上一直这样滚。各位，我只是纯粹开玩笑，好不好？我只觉得这个机器人烂透了。但与此同时啊，你会发现啊，在机器人界呢有一个特别的现象，那个现象叫做人不如狗。你仔细看哦，到底是狗牵着人还是人牵着狗，你完全看不明白。他不是要去遛狗，遛机器狗，千万不要误入那只狗。摔了。你看哦，当这个人啊，你看，因为地板啊它有石头，等于是两种不同的材质。所以你看到他脚的一个踉跄哦，就直接滑倒在地上。但滑倒地上让我惊艳的不是什么呢？不是这个机器人有多烂，而是你看那条狗，它就停下来了。狗知道它跌倒，还知道说哦，我的主人出状况了。所以我跟你讲，搞不好狗才是主人，因为其实狗有4只腿哦，它的感测呢当然比这个人好太多，但是呢还是没有办法阻止中国人哦对于他们机器人的想象跟极限。另外有一个要跳的是类似这种我们讲的。不是传统舞蹈啊，这是武术。你有没有看到？这哪是武术？你先看他前半段的表现嘛，有没有？抬腿、花拳、秀腿，非常会啊，来啊，比马保国打得还好。就后面呢，他突然间不知道为什么被自己的裙子绊到，我觉得这主办单位的问题了。但绊到之后呢，他就倒在地上啊，起不来。但你知道吗？像这样的画面在中国你会越来越常看见，因为以前呢，他们就在讲说没办法，你不要嫌它烂。以前租一天啊要3、4万、2、3万人民币啊，但现在便宜多了。租一整天只要7、8千人民币，而且说没有人租它才会便宜。对，越来越便宜，越来越便宜，这我们讲的乏人问津嘛。而且现在甚至还买1送1哦，你租人的话我还送你一条狗。那你知道吗？最近中国人内卷到什么程度？我们以租金来讲，原本的最高的程度哦，一天哦，甚至我们讲到1万块人民币啊，甚至有些贵到2万、3万、4万都有，对不对？但我跟你讲哈，现在最便宜的都多少钱？2000块一天就有，跌幅高达93.3%，甚至是因为这些机器人一开始大家很新鲜嘛，等于说我出去10趟租10趟我就可以回本，就开始一堆人买，每个人都只要租，所以租赁市场呢变成是我们讲的红海，变得开始在互相你杀我，我杀你，大家杀破价格、破盘价，一直杀，最后呢，他是说我不只是这样。他甚至要让机器人学什么？有些人会学川剧变脸啊，有些人学各式各样的才艺。但各位，那跟你想的学不一样。他就是拿这些机器人去做一些怪事情。那这些怪事情呢，都是我们讲哗众取宠的嘛，因为你也没有实际上的用途啊。那最后的下场是什么？最后下场是呢，只能越做越多。来，像这一家公司优必选，这个叫 Walker 第2代的哈，S2，这机器人非常多对啊，我还以为他在拍电影哦，像什么《全民公敌》那样的电影。然后他说他的关节特别灵活，脖子都会转啊，然后手腕呢非常厉害，而且他会做一个动作，这个动作我做不出来，就是他会把手往后，因为他的电池是放在后背。对，来了，3、2、1。它会自己换电池，太厉害了吧！好神奇的技术哦！然后跟你讲说，哇，它的眼睛跟人类一样厉害，甚至是呢，把它弄到了我们讲哦，中国这种电动车的工厂里面。那我看到就说，哦，我懂了嘛，你就山寨的 Optimus 嘛，Optimus 不就是有一样的功能？然后在工厂里面上上下下，这个叫什么人机合作，也就是机器人跟工厂的机合作，所以他在模仿那个嘛，所以他可以因此这样去做很多电动车。我心里想说，你们不要互相伤害哦，因为机器人本身已经烧了一大堆钱，根本就赚不了钱。那电动车现在又是中国的内卷市场，那你把机器人加电动车，又不是赔钱赔到一个极致吗？就果不其然来了，各位真的赔到极致了。这就是你刚才看到的 UB Tech 优必选。这是它的2025年的H1的这个报告，也就是它截至6月30号的营收。来，你有没有看到下面？这是所谓的营业，为什么都是刮胡呢？因为转播龙撩级，来1000万、10万、100万、1000万、亿，ABOJ 了啊，4.39亿。光是上半年就亏了将近快20亿台币，它也不算是什么巨型公司哦。半年20亿。对，那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第一个，它机器人其实卖得很不好。
他都不是仰赖说一般的民众去跟他买，他的仰赖是那种大笔大笔政府补助的这种订单。再来第二件事情呢，他的开销研发费用一大堆，所以别人就说他不需要呢不断的融资，然后呢政府再补助给他，所以融资补助，然后他才可以继续续命下去。甚至是你看哦，就像这个，比如说他说啊，我跟国际合作了。有大笔的10亿美元订单，就是类似这种，大概300亿台币，一次灌下去，它才可以继续撑下去。而且这一次是谁呢？这一次刚好是中东地区。中东地区刚才讲说，我们未来需要，因为大家也知道嘛，中东最缺人力了，把这个超级工厂呢，以及相关的总部还有人形机器人拓展到中东地区。但我跟各位讲哈。到目前为止啊，虽然说它有这个10亿美金的这个我们讲哦现金提款权以及快速的融资通道，但你有仔细听，融资通道代表说你有这个扣打，但最后面你有没有办法实际付出呢？如同你现在看到的影片一样，全部都是呢它用模拟的哦，不是说真的有这样子一个状况。所以你想哦，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中国的机器人已经变成一种骗局，对他们来讲呢，只要弄出一个模板，那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框后面的资金，最后拍拍屁股，高歌离席，溜之大吉。各位啊，中国人机器人这个泡泡啊，我跟你讲可能不会破，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从头到尾的就不存在，都是骗局一场。瑞德哥，今天有个画面我吓一跳，墨西哥大暴动，我想说怎么会暴动嘞？原本只是一个请愿跟抗议而已，竟然演变成真的打起来。我说为什么打起来？墨西哥的毒枭也太可怕了吧！毒枭竟然敢去杀市长，结果这个政府竟然没办法把毒枭 KO 掉的。那么事实上呢，这一场暴动呢，发生在这个墨西哥的总统府的广场啊。那么总共多达17000多个人啊，号称是墨西哥的 Z 世代革命。为什么呢？他们是抗议墨西哥的这个鲁阿潘市的这个市长呢曼索。对，他在墨西哥有一个亡灵节。墨西哥有个亡灵节的一个相关的这个庆祝活动里面呢，这个市长呢曼索啊，他竟然被贩毒集团直接开了6枪，当场击毙。那么为什么墨西哥的人那个老百姓会那么生气啊？事实上，这个鲁阿潘市的这个市长曼索呢，他从去年9月那么走马上任了以后，他年纪40岁，但是他勇敢的向墨西哥的毒枭毒贩挑战。对，而且呢，他有的名言就是我跟美国总统川普站在一起。你知道美国总统川普不是为了要打击毒品呢？那么事实上最近呢，一口气已经炸掉10几艘船了嘛，那个毒枭运毒的船嘛。所以呢，对这个墨西哥的年轻人来讲呢，忍无可忍啊！记不记得我们之前在讲说尼泊尔的 Z 世代不是进行这个革命吗？暴动吗？然后最后呢，成功的把尼泊尔这个贪污腐化无能的这个政府啊给推翻掉。墨西哥的年轻人呢，这次的 Z 世代革命呢也是这样，17000个人多少个人就出来了，然后呢，还有很多人举着这个日本的这个漫画里面的那个海贼王的相关的那个海盗旗嘛，表示他们要革命，他们再也受不了。为什么？民众对这个墨西哥的总统呢，宣包姆呢，他非常的不满。为什么呢？因为你上任了以后呢，要对毒枭呢完全没有压制的能力。对。那么这一场本来是请愿抗议，后来变成暴动。那么这个包括他们向那个侦报部队呢丢石头，然后侦报部队对他们用催泪瓦斯啦，用各式各样的灭火器等等啦，那两边都打在一起，所以总共造成了120几个人受伤，20几个人被捕啊。不过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在这个墨西哥城啊，这个总统府前面那个大规模的暴动。事实上呢，那么此起彼落，在几十个墨西哥的城市都有像这样的 Z 世代革命的一个抗议的行动，那么产生啊。过去呢，那么这个墨西哥一直对这个毒枭没有办法这个处理，然后呢，那么这个墨西哥的毒枭又太过的夸张，已经不知道枪杀了多少位的市长啊，包括女性的市长都直接枪杀。那么所以呢，这个对这个墨西哥老百姓来讲是可忍孰不可忍呐。除此之外呢，其实啊，那么美国政府已经公开宣布，他的政侦部长呢，那么赫格塞斯直接宣布啊，启动所谓的南方之矛的相关的这个要取缔。你说他们要对行动委内瑞拉来动手了，连名字都已经挑好了。因为在此之前啊，他根本连这个南方之矛的行动啊都没有计划，都没有这个名称啊。但是现在，请问你为什么要突然之间宣布啊，那么进行这个南方之矛的行动，就是表示他要大规模的动作了。事实上，赵老师，请问一下，那么他如果在此之前已经炸了不晓得多少10几艘的这个委内瑞拉相关的运毒船嘛，如果真的要
针对这个运毒船下手的话，杀鸡焉用牛刀？必须要航空母舰出发，必须要给你秀 B-52轰炸机吗？没有必要嘛。因为我炸你，我讲坦白，以美国的军方的能力跟它雷达，还有这个间谍卫星我甚至用无人机就好嘞。对，要炸你，要抓你这个等于说啊，那个毒枭的运毒船啊，那太容易了，要跟不要而已啦。我讲坦白的，而且他现在格杀勿论嘛，炸对了，炸错了，我们根本不知道。但问题是我锁定你，我就杀了，我就不管你了嘛。然后而且都是锁定这个人委内瑞拉下手嘛，所以他这次直接跟你讲南方之矛啊，那么我要进行的，那矛是干嘛呢？矛是攻击的嘛，盾式防守的嘛，所以南方之矛就表示他有可能要动，他对委内瑞拉的这个相关的忍耐好像已经到了这个等于说极点了。他这次调的是美国11艘航空母舰里面最强大的福特号嘛，所以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那么可能事情会演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不要小看美军，为什么呢？我们的邦交国海地不是90%的国土都沦落到帮派的手上了嘛？黑道仇杀，然后噼里啪啦的打在一起嘛。那么最近黑帮不知道为什么去惹到美国大使馆负责守卫安全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美国海军陆战队不客气的，马上还击，马上给你打回去嘛。对，他完全不怕你。你太子港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等于说帮派啊。你可能很强大，不好意思，你是黑帮，美军就对你格杀勿论。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